这样启动了吗？没有啊。啊。启动的话，它只是说通的一个电，而不是说什么东西。它只是说，比如说空调什么电，就比如说给你那个。那门是打不开的，还是锁住的？哎，好。因为走嘛，坐车的，有危险要你刚看的话，可能可以直接进去。好的，好的。因为这边在路上了啊。需要解锁一下。拉到地档就行。好。拿手刹的话，踩住放一下，安全带系好了。好。走吧，注意一下。这边直行啊。刮机可以刮一下，过来。对。驾驶途中，如果比如说那个模式可以自己切换的啊。像前面这个红绿灯路口是直行啊。当然，你在这段路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它的一个刹车。虽然说尽管它下雨天，制动力距离可能有所下降，但你也可以，感受出来你整车一个脚感质感。好，我试下刹车啊。对，你可以试的，没事，油门也可以加起来，也可以试的。它脚感非常充足、强大，也就急刹急到的，就跟油门线一样的，它没有这种线性和那种，往后的，比如这个迟滞性。它这台车的话，因为它最低峰值扭矩在1300转左右，直接可以达到最强扭矩了。所以直接可以踩油门就走了，因为你把那个开起来了。直接加速你也可以体验啊，当然你也可以，比如说，可以把它切到那个运动模式。需要帮你切吗？我切吧，切看。对，这就是。前面右转啊。你也可以试一下它的一个0-100提速啊。当然你体验不到100，因为你可以体验一下，比如它80一个限速在这里啊。对。可以在2条线上旁边侧面体验一下。好，因为那边车相对少一点，路都是直行的，最主要左右两边它不会窜出车来。像这边你可以比如说体验一下它整车一个共玩性，我们一个最新的美高底特律特调的一个底盘。这边你可以过弯可以稍微快一点，是吧？对。你看，它可以把车身的倾斜降到最低，几乎可以说是零倾斜过的。当然，它最高极速80码过弯，它幅度都可以给你小在微小的于10度之内，车身倾斜度。这边是右转弯啊。油门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它没有像一些是所谓的，比如说涡轮迟滞感和那个油门急到，它线上就直接上去了。我变个道看看。啊？变个道看看。紧急变道看看。你可以，注意安全就行。它麋鹿测试都做过的，这车。直接就语音可以操控蓝牙，你看这边这个，这边直行啊，回去了。回去了是吧？可以再开一圈吗？那你可以右转。有点短感觉，谢谢啊。再体验一下。升功率已经调到最大的情况。
有水潭慢点，车要飘倒。涉水路面过弯慢一点。2D、3D 影像都有的，随意可以切换的。当然，很多人3D 影像可能看不惯。这个你在车速40码以下，它自动切入就可以进去了。防碰撞的，比如说前30秒、后30秒的防碰撞录像都有的。绿灯了。好。导航不用开，前面右转就行了。道路提醒什么都有的，后台模式都有的。前面右转弯，前面车注意。小心电瓶车，注意左边车辆。这边直行啊。前面路口右转弯。右侧有车来了。哇，它这个功能挺好，有点像特斯拉的一些功能。这是道路一个路况显示的。对，会前面显示车辆啊、距离啊什么的。都有的，就连比如说限速提醒都有的。对，限速提醒那很正常。它能识别车辆大小啊，什么种类都能识别。都有的。因为它有一个最全面的一套智能的一个控车系统。哎，我记得它网上说它有 L3级驾驶的是吧？对 ，L3级。但是它有没有配啊？没配吧，应该。什么？有没有配备啊？这款就有的。刚才配置单页上不是就有了吗？但是好像现在中国用不了，是吧？那看你比如说道路嘛，你比如说道路好一点，什么都能用。电瓶车注意点。前300米有80码车速啊。那你目前比如说像重路上在开，你要3级驾驶模式肯定不会去激活它的。对。但高速里面你肯定会用得到的。对。因为高速里面定速巡航是最普遍的，像这种全自适应巡航用的最普遍的车就是那些货车半挂车，这种用的是最普遍的，因为他们都是长途的。没有这个的话，他们压力可以减轻很多的。那特别是你跑长途的时候，你用的频率也会非常高，这玩意儿，这个东西。前面道口左转掉头啊。好的。
哦，它的灯也会转。对，这个左转和说颜色，根据车速它颜色都会变的。绿色、蓝色，什么灯光都会变。遇到危险它会转换成紧急的那个红色哦。你可以试一下它的，比如360影像以及一个那个，带夜视功能环景的。奥迪3D 很少人用得惯，可能有些比如个人原因会看不那个哦。哎，行车辅助线都有的哦。方向可以再大一点。直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这样直了啊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你一下也可以停一，可以停了，停一下吧。按一下 T 键。按了。